当时是聊700的时候，我就说过，这个发动机本身底子非常优秀，它比赛6龙6那颗发动机要先进来的一个级别，就本身就不是一个时代的发动机，所以我很期待它把它装在一台街车上的感受。那今天福建省的第一台唐刀到了，迫不及待过来试一下，好吧？那我们先看一下整体的配置部分吧，因为本身也是我专业的领域嘛。现在满大街跟不要钱似的水鸟卡钳，不过至少没有阉割成赛6上那颗双片铸造的老款的 M4.32，这点要给个好评。而且就我用下来的手感来说，包括剥开看，用的是 HH 的皮，没错。然后它用的上泵呢，别看它是个侧推，但是它是 Brembo 的侧推，而且 Brembo 的侧推比赛6追6上那个 Brembo 的直推其实是来得好的，因为它的手感更直接。赛6追6上那个直推 Brembo 这个公司很坑，它为了推销它的 RCS 跟 RCS-CC， 它故意把那个最便宜的直推泵的空行层做得很大，所以那个空行层是没法消掉的。那这个侧推泵来说的话，它没有那个空行层。本身来说，整体的制动效能、手感都是很好的。然后后面的话，小螃蟹 Brembo 的螃蟹没什么好说的。避震方面用的是一个全可调的前叉，压缩、回弹、预载都可以单独调，然后后避震也是一样。压缩、预载、回弹都可调。你从这侧看的话，它只有一个预载跟一个回弹阻尼可调，但是来到另一侧，这是我觉得设计很有心思的一个点吧。它把压缩阻尼放在这边来调节，因为平时我们调压缩阻尼调的多一点点，好，我们要跑山什么的，把压缩阻尼调高一点点，然后回弹阻尼跟着也调高一些，在弯道里就会比较稀。压缩阻尼调到这一侧来，这是挺有意思的一点，我觉得可玩性挺高的啦。然后。这些后面一个很粗的铝合金平叉，马吉斯的热熔胎，什么这些没什么好讲的。全液晶仪表这些留给其他媒体来讲吧。外观方面的话，我觉得算是给个好评吧。它跟聊700一样，走的是一个奇葩路线，就是丑帅，原创度非常高，没有任何抄袭痕迹。就我觉得比较怪的一点啊，就是这一块有点空，你们有没有觉得？就是像轮子这样趴出去了。我觉得这块如果后期出一个赛道版之类的，我不知道。这边加个有冷气的话，加个有冷盘的话，整体视觉饱满度还有整个车的热量控制都会再上一个台阶。然后我们来看看做工吧。做工漆纸这块就不尽人意了，这个说实话，跟奔达之前的车是一样的，就漆水什么的。你远远看这个车，如果你退后10米看的话，是很帅的一个车，但是你靠近看之后，包括这些细节的做工啊，你看到现在这个漆水。银色跟黑色的地方，它还是分得不是很清楚。然后整体车架的焊点，这台算是不错的。我有见过另外一台啊，另外一台的车架焊点是比较差，这个东西可能得看人品。包括这些用的这些通用件，然后整体引擎的做工这些地方，我觉得就在国产里算中等偏下的吧。这个我们有一说一，但是它的价格38000也足够便宜，是吧？38000能买到这样一个4缸街车，我觉得已经还可以了。接下来我要讲个我觉得我很看重的点，就是这个车都不用骑起来，你推起来，这个车你推起来的感觉，它就很轻，它比赛6、比龙6要轻很多，所以我很期待它待会骑起来的感觉，包括整体的坐高，啊，它的坐姿也不会像赛6、龙6来的那么的旅行吧，就是，但是有一点我要吐槽的，就是它的这个车把太靠前了，有一点美巡的感觉，它不像正儿八经的街车。好了，那差不多静态我们聊到这边喽。把这车骑起来看看吧。静态测评的时候不难看出来，虽然说堆料满满，但是做工依旧是工业垃圾的水平。骑起来第一感觉就会轻，这个车架和发动机的匹配啊，用现在的话说叫次世代的。结论可以先下，唐刀是目前国产4缸里操控最好的，没有之一，完全没有 QJ600 平台那种迟钝、推头、重手的感觉。就算坐姿比较奇怪，但是变线倾倒依然很轻快，市区非常灵活。条件有限，没机会测试激烈工况下的反馈啊。等到时候到车了，我再租几天来测试一下。动力比 QJ 平台有所提升，但是不多，整体还是偏拉垮。低转比追600饱满一点点，但是高转依然阳痿。整体输出因为低转饱满，它会线性一些，红线标定一样的偏保守，1万出头就断油了。震动控制也还可以，它的排气不会破音，但是它仪表会破音，和聊700一样的毛病啊。7000转仪表有很严重的共振。总结一下啊，玩过比较多车的，摸一下溜一圈就知道了，这个车还是很明显的半成品。厂家的经验和技术沉淀都严重不足，质量更是未知数。堆料4缸自主外观也没法掩饰底层设定和技术的匮乏。如果你特别喜欢这个外观和4缸啊，原价能买到的话，
买来玩玩还是可以的，至少对得起这个售价。但是这个车目前的行情是要加价1万多块钱啊，落地5万多是真的没必要买这个车了。加上今年大贸行情大跳水，5万块能买到更稳定、更保值、更有乐趣的车型了。所以你下手前不妨逛一逛闲鱼再做决定。